咖啡机发展史1932到1945年合集版。首先是1932年诞生的伯父，而伯父创立的资金竟是靠赌马赢来的。这个咖啡机品牌会略有不同，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咖啡机品牌，但是其生产的家用咖啡机却深受欢迎。伯父于1932年在澳大利亚成立，而创办公司的资金是2位创始人靠赌马赢来的。在1932年的墨尔本杯上，无线电推销员 Bill O'Brien 和工程师 Harry Novelli 对小马 Peter Pan 下注4比1，并赢得了500英镑的奖金。尽管两人很拮据，但是依旧决定将这笔奖金投入到两人的梦想上。于是两人创办了 Bravo Radio。没错，伯父刚开始就是靠卖收音机起家的。如果仔细看两人的名字，不难发现 Bravo 这个品牌的名字就是两人的姓氏拆分再组合而成的。两人对市场需求的变动极为敏锐。在当时，收音机是人们娱乐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在1940年二战期间，转而开始生产地雷探测器。很快，电视机的出现取代了广播，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娱乐方式。1951年，两人果断将广播部门出售给了 Jackson Industry， 转而以 President 品牌销售电视机。尽管电视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在1955年，两人还是将这个品牌出售了，转而生产各种小家电。20世纪60年代 ，O'Brien 的儿子 John 致力于推动品牌的创新，于是成立了 Bravo 研究与开发中心，不断地钻研新技术、新产品，拥有了超过100多项专利技术，并获得了40多项国际设计奖项。可惜的是 ，John 在2003年12月不幸去世。Bravo 的名字在澳大利亚几乎就等同于家电，不难看出其优秀的品质，其诸多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咖啡机。Bravo 的咖啡机第一次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就是 Bravo 800系列的咖啡机。Bravo 将自己的定位完全放在家用咖啡机上，所有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家用。从结果上来看，这个定位无疑是成功的。专业性相较于意大利品牌可能会略有不足，但是其方便快捷的特点也使其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虽然 Bravo 咖啡机起步晚，技术不足，但也在不断的改进。在2013年推出了自己的双锅炉咖啡机 Bravo 900系列。这个系列的咖啡机一经上市便取得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了热门产品，但是价格相较于800系列就要高出很多了。2016年 Bravo 与 Nespresso 合作，致力于生产最受欢迎的家用咖啡机，并于次年成功发布了有史以来 Bravo 最昂贵的产品之一 Oracle Touch， 价格超过3000美元。尽管价格昂贵，但其配置已经接近商用级别的咖啡机，在消费者群体中也很受欢迎。如果将 Bravo 看作一个咖啡机品牌，它的起步可以说是很晚了，但是其仍然可以在已经大牌林立的咖啡机市场中取得斐然的成绩。归根结底是其对自己的定位明确，且一直在做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必备的要素。目前 Bravo 正在从家用机市场向专业咖啡机市场进军，并于去年成功收购了意大利的著名咖啡机品牌 Lillet。Bravo 未来的产品很值得期待。紧随伯父而来的就是伊利。伊利这个品牌与其说是咖啡机品牌，更应该说成是一个咖啡品牌。其生产的咖啡机可能没有大牌咖啡机厂商那样为人熟知，但是在整个咖啡行业，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伊利最初成立于1933年，由一位匈牙利人 Francesco Illy 在意大利成立。这个创始人原本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军官，在一战过后与妹妹一起留在了刚被意大利统治的 Trieste。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可可和咖啡贩卖业务，后来专注于咖啡。第2年，伊利就发明了一种咖啡包装技术，使用氮气加压来保存咖啡豆或者咖啡粉。这项技术使得咖啡拥有更长的保质期，以及实现远距离运输。因此，很快伊利咖啡就销往了整个意大利。1935年，伊利发明了第一台使用加压后的水来萃取咖啡的咖啡机，而不是使用蒸汽压力，并以 Illetta 的名字上市。这台机器也是第一台高压浓缩咖啡机，虽然和现在的酒吧还相差甚远，但仍被认为是现代咖啡机的前身。由于其优秀的纯素技术，1939年，伊利咖啡开始销往瑞士等欧洲国家。1962年，伊利在荷兰设立了第一家分公司，开始进军北欧。1980年，伊利的咖啡抵达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也使其成为了第一家实现跨洋运输的意大利烘豆商。伊利的成功也离不开另外一个人，创始人的儿子 Ernesto Illy。1956年，在获取了化学博士学位后，接管了公司。他在化学方面的知识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1957年，在公司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主攻咖啡化学，并与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期间开发出众多的发明和专利技术。同年还生产了一种小型罐装咖啡粉，供家庭使用。
1974年，伊利首次推出浓缩咖啡粉包 ESE， 全称是 Easy Serving Espresso。这一产品的推出，使得制作咖啡变得更为简单，尤为适合家用以及没有沫的咖啡机使用。ESE 很快便成为了无数咖啡公司使用的通用标准，并于1998年由7家咖啡烘焙商和机器制造商成立了非盈利的 ESE 标准发展和保护联盟，旨在形成统一规范，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ESE 的味道可能不如现磨咖啡，但是其便利性更高。1980年 Ernesto 儿子 Riccardo Illy 加入公司，主攻产品的营销，为公司拓宽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1992年，由 Matteo Thun 设计的著名白色浓缩咖啡杯诞生。这个杯子被广泛用于各种饮用咖啡机的场所，同时也成为了各大艺术家的画布， Illy Art Collection 包含了无数各种绘画的杯子，这也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收藏。1995年， Riccardo 成立了 Francis 并设计生产了自己的浓缩咖啡机 X1， 这是一款小型家用机，精致简单的设计为其俘获了大批用户。1996年，在艺术家 James Rosencios 的帮助下，伊利更改了自己的标志，更改后便是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 logo。为了传播咖啡文化以及普及咖啡知识，1999年，伊利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咖啡大学，学生可以接触并学习到整个咖啡产业链条的知识和创新技术，且毫不吝啬地向咖啡豆农传授种植技术，还不要求豆农的咖啡豆专供伊利公司。随着伊利家族第4代传人 Andrea Illy 上任，公司的创新理念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先后推出小型罐装咖啡粉，成为了公司的标志产品。06年推出 Hyper Espresso 胶囊咖啡机，制作的咖啡拥有更丰富的香气和油脂。2007年研究出伊利摩卡壶，以适应意大利人对不同咖啡的喜好。2008年设计生产出 Mitaka 全自动咖啡机，尤为适合办公室使用。同年，伊利公司与可口可乐合作，推出即饮罐装咖啡，可以随时随地的享用，口味众多，包括咖啡、无糖咖啡、卡布奇诺、拿铁以及摩卡。现如今，伊利公司已经成为了咖啡行业的领头人。2015年，伊利成为米兰世博会和国际咖啡组织的官方合作伙伴，并组织了一项特别的活动 Coffee Coaster， 也就是咖啡集会，吸引了超过1300万人来参加。此外，伊利还向全世界范围推出 Ernesto Illy 国际咖啡奖，以此来鼓励优秀的咖啡种植者。自1933年成立以来，伊利公司在咖啡行业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伊利不断追求进步的创新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优秀品质，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现如今，顾客可以在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品尝到伊利的咖啡。说完伊利，时间便来到了1936年，在这一年，咖啡机行业的巨头之一 Simonelli 也就是如今的 Nuova Simonelli 正式成立。Simonelli 的创始人 Orlando Simonelli 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 Cessapalimbo 成立了这家公司。关于他的资料流传的并不多，但是可以从员工的评价中看出，这是一位精湛的工匠以及优秀的领导者。在公司，每个人都称呼其为工程师，并形容他是一个非常专业、严肃且谦虚的人。Simonelli 的第一台咖啡机也是在1936年诞生，和当时很多公司的命名习惯一样，直接将其命名为1936。这台咖啡机虽然造型和同类咖啡机差不多，但是在当时被认为是创新的机器，在技术上处于同类机器的前沿。其拥有2个冲煮系统，并配有电加热和电动供水的压力系统。由于其新颖的设计，发展极为迅速。虽然有战争影响，但是仍专注于自己的理想，并于1946年将公司迁至 Tolentino 并扩大生产规模，销售范围拓展到整个意大利。1950年设计出革命性产品 Selene 型号咖啡机，这是第一台配备了液压泵的咖啡机，同时也使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连续制作咖啡的咖啡机。1959年将液压泵改进为油泵，并推出了 Eureka 型号咖啡机。这台咖啡机配备了2个5升锅炉和1个热交换器。1969年被收购，管理层和所有权发生变动，公司名称也正式更改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Nuova Simonelli。但是所有权的变动并没有影响到技术的创新。4年后，也就是在1973年，推出了更名后设计的第一台咖啡机 Elli。这台机器专为家用而设计，配备了内部泵、热交换器、蒸汽棒和铜制锅炉。设计初衷是想让顾客在家即可品尝到专业咖啡机制作的咖啡。2年后，为机器配上了电控系统，并推出了 ISX 型号咖啡机，而且这台咖啡机支持电控模式和半自动模式切换。同时，这也是第一台配备了电子设备的咖啡机。1982年推出了一台造型别致的家用机 MIA， 其现代化的造型以及紧凑方便的设计吸引了一大批咖啡爱好者。
仅在2年后，随着 Logica, 的推出，再一次于咖啡机行业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同时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全自动咖啡机，只需要按下按钮便能得到一杯咖啡，不需要技术和经验，使其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4年，他们为咖啡机安上了机载计算机，并推出了新型号 The Program， 这也是第一台配备了真正意义计算机的咖啡机。1990年推出使用木头加玻璃为外壳的 Yacht Club, 型号咖啡机，翻译过来就是游艇俱乐部。木头的材质有很多种，它的形象和名字立即就会让人联想到一些海滩度假村，因此很受欢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愈加稳定。1993年，在美国华盛顿成立了美国分部。2001年，收购了久负盛名的意大利老品牌 Victoria Arduino, 并成为主力品牌之一，在精品咖啡的方向迈出了长足的一步。2004年， Aurelia, 型号咖啡机一经推出，便成为了旗舰机。这台机器以一条著名的罗马道路命名，来强调其经久耐用，并被世界咖啡师大赛选为2008到2001年官方咖啡机，而其升级版被选为2012到2014年的官方咖啡机。后续于2017年再次推出， Aurelia 2, 其品质仍被消费者肯定。同年设计出的 Pronto Bartach, 被誉为是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全自动咖啡机。从诞生之初 ，Simonelli 就一直坚持对咖啡机的创新，开发的技术有很多更是开创了浓缩咖啡机的先河。现如今的 Simonelli 集团虽然已经不属于创始人的家族，但是他们依旧保留了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和 Orlando Simonelli, 一样，同样有着对咖啡机的热情，一直就如他们的宣传语一样，值得你信赖的咖啡机。诺瓦之后便是著名的飞马了。终于到了飞马，这是咖啡界的又一个传奇。单单一个161就使其在咖啡行业中奠定了无法撼动的地位。飞马的全称是 Fabbrica Apparecchiature Elettromeccaniche e Affuni, 翻译过来就是机电及相关设备工厂，首字母缩写便是飞马。飞马成立于1945年，由创始人 Carlo Ernesto Valente, 在意大利的米兰创办。从名字便可以看出，成立之初生产的主要是一些零配件，包括内燃机、火车车厢配件等。正式生产自己的咖啡机还要到几年后。由于有很多前辈们的经验借鉴，以及生产零配件时的探索，为其省去了很多摸索的时间。1948年，飞马和嘎甲合作，以 Office 飞马 Nagaja 为品牌，生产了第一台样机1948 Classic， 仅1年内便生产了90多台。而后两人因理念不合，于1950年解除了合作关系。但是 Valente 意识到生产咖啡机是一个很不错的商机，于是 Valente 找到了工程师 Aerosol， 并与其合作，设计了第一款真正属于飞马的咖啡机 Virus。Virus 这个名字是由2位设计者的名字结合而成的。可惜的是，这台咖啡机并没有技术或者照片保存下来。但是同一时间设计出的宇宙系列咖啡机在那时推向了市场。这一系列咖啡机问世的时间正好和人类首次实现太空旅行的时间点吻合，于是 Valente 便以行星的名字来给它们命名。这个系列都是拉杆机，包括 Marte, Venere, Mercurio, Nettuno, Saturno， 对应的就是火星、金星、水星、海王星和土星。其中 Marte 是飞马生产的第一台咖啡机，机器上可以看到 Water Pressurized Infusion of Coffee， 也就是水压咖啡机的字样。每个名字下面还分为不同的型号，冲煮头更是1个到6个不等。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系列，在1950到1960年间，飞马主营的商用咖啡机主要还有4个型号，分别是 Urania、President、EMI 和 TRR。其中 EMI 是1955年飞马成立的一个子公司，暂且将子公司生产的咖啡机统称为 EMI， 而 TRR 是 Termorimessa Regolata 或 Termoriscaldamento Regolato 的缩写，大意就是传说中的热交换系统。同样，每个名字下面也有很多型号，大多数都是根据冲煮头的数量进行区分。而在家用机方面，推出的主要机型就是飞马尼和飞马 Baby 了。这2款都是手压咖啡机。飞马尼于1954年设计而出，专为家用而设计的小型拉杆机，可以插电使用，除了可以稳定萃取外，还可以提供蒸汽。而飞马 Baby 则更为简约，虽然不能插电使用，需要倒入热水才能进行萃取，但是极简的设计给顾客一种新奇的体验。这2款家用机如今也成为了很多咖啡爱好者的收藏品。至于最为经典的161，则是飞马公司在1961年推出的咖啡机。这台咖啡机一经问世，便获得了许多个第一，
这些第一至今仍被广泛的运用。1961年，这一年对于整个咖啡机行业来说都是影响深远的一年，而原因就是飞马研究出了革命性的冲煮头 E61。这么说吧，在当时的消费者眼中，只有2种咖啡机：飞马161和其他咖啡机。如果面前有2家咖啡馆，顾客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有飞马咖啡机的那一家。161冲煮头在当时绝对是最为前沿的技术，冲煮头的热虹吸使萃取的温度更加稳定，而且首次使用低加预浸泡，萃取也更为均匀。详细内容我们之前做的硬核解密视频里有讲过，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这里就不细说了。而这个冲煮头之所以叫161，是因为推出这台咖啡机的型号叫飞马161。据说在1961年正好发生日全食现象，在意大利语中，日食是 Eclissi solare。这台咖啡机也因此得名161。这台咖啡机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立即便抢占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要知道，在此之前，拉甘基统治了咖啡机行业近10年的时间，161的出现直接颠覆了这个现象。咖啡机的发展可以说一直是在追求一致性，这台咖啡机的出现毫无疑问解决了这个问题。161在咖啡机中可以说是一个跨世纪发明，至今仍被广泛的使用在各种咖啡机上。可以说，飞马完全就是靠着这台161，正式在咖啡机行业中站稳脚跟。趁着这个势头，飞马开始扩张，先后研发了几种型号的全自动咖啡机，包括投币式的自动贩卖机、商用和家用的全自动咖啡机。此外，还开始生产其他家电，包括吧台、冰激凌机、制冰机、汽水机、空调等。而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在1960到1970年间，飞马增加了多条生产线以及工厂。但也正是因为大幅度扩张，使得飞马在80年代迎来了危机。当时正值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运动，而且还爆发了10月战争，这就使得石油以及各种原材料价格疯狂上涨。飞马这种大工厂首当其冲。在1975年，意大利国家新闻 La notte。发布的一则新闻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发生的事。在1973年，飞马还在发展的势头上，员工超过1500人，另外还有1000多人在其附属机构工作。后来由于上述的原因以及管理层的问题，管理层认为人们不去购买咖啡机，而是选择维修咖啡机，是他们走入困境的原因。1975年初，为了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直接解雇了500多名员工。而后到了1975年末，足有1162名员工被解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7年的2月8号，在这一天，法院正式宣布飞马公司破产。而飞马之所以还能留存下来，是因为后来先后被 IPO 和 GEPI 收购，这是2家专门资助或收购面临破产公司的机构。后者在收购飞马公司后，又成立了3家公司，包括 La nuova Faema Spa、La nuova Bianchi Spa、Cherry、Faemar Spa。但这并不是结束，飞马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收购。1981年，GEPI以70亿里拉，约合18亿人民币，将 La nuova Faema Spa 转让给了 Gaffin，保留了久负盛名的飞马品牌。而后于1989年， Gaffin 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了阿里集团，但是保留了60%的飞马股权。后来由于管理困难以及股东们的纠纷，1995年飞马品牌再次被出售。1995年10月，飞马首次拍卖竟然没有人参加，但是同年11月的拍卖， Gaffin 手中60%的股权被金巴利以3330万里拉，约合863万人民币全部收购，飞马也正式并入到了金巴利的旗下。在这段动荡时期，飞马除了在161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的171、191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外，和70年之前相比，发展可谓是天差地别。在并入金巴利集团后，情况才得到了改善。00年后，与制造191的设计师再次合作，制造出 Emblema， 这也成为了当时飞马的旗舰机。此外，飞马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效应，先后于老机器的基础上再次设计出飞马 Legend、飞马 President 以及171，并且于2021年161诞生60周年之际，推出了161单头版，一台专为家用的161咖啡机。飞马品牌的发展可以说是几经波折，从默默无闻到161震惊世界，再到后来多次被收购，飞马这个品牌能留存下来也是实属不易。161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一招鲜并不能吃遍天。飞马的故事在此就告一段落，下期大家想听什么，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